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局，在芒朝宫1年1度的农桑祈福仪式时，祈福烟花却意外冲向八角阁。众人随即前往查看，却发现真公公竟死于八角阁内，尸体趴倒在案台前，在后脖颈处被插入一片琉璃碎片，疑似为致命伤。经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事发时正在八角阁内的5人当中，他们分别是张玉一、大状元、欧尚仪、荣尚苑、孟尚实。凶手他其实早就有这个想法，他利用烟火的这个时间做了一场谋杀。可是谁有这个时间呢？凶手是怎样为自己创造作案的时间？案件侦破途中，众人突然接到通知，天湖内竟打捞起了贾尚福的尸体。贾也死了，真假都死了。大案呢，死俩呀！贾尚福又为何会死在天湖中？要破哪个案？这2起案件究竟有怎样的联系？朋友们，那就是我们先去现场看看吧。对，我也觉得，我们先去看看。Let's go！ 来吧，朋友们，贾尚福又怎么了？快去看看吧。听说死在了天湖，天湖在这儿呢。他在吐沫沫。怎么了？怎么了？这溺水了吗？对啊！那个真的不是脚印吗？这个深山里隐居，那就是脚印啊。就是他鞋底有没有什么？哎，你看他鞋底上面有这个，他鞋底有什么？有那个上面的土，对吧？滑了。他的意思是他滑下去的时候给推下去的吗？对，推下去的证据。就是他站在这里是这样往下推的，是不是？那就是他在这儿，谁把他给推下去的？再看看贾身上有什么？开始摸一摸。等会儿啊，这不好了吧？哎，哦，这有。什么东西啊？丢成这样了。 20点40，天湖见。有人约他过来。所以他30离开嘛，就是过来了。他30离开，来到这儿，来到天湖10分钟，刚好然后40。凶手离他这儿把他推下去了。那凶手就得分身了。这儿天湖等于这儿到这儿又得10分钟，等于真35才到那儿。35完了是满打满算，凶手跑来这儿都45了，他还得回去，爆炸后他还得回去，根本就没时间。你说凶手是吗？对。
所以就不可能是一个人。起码2，朋友们，我觉得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他这个凶手在这做了一些什么的话，他得有他的一些工具，他应该不会完完全全，他没办法再扔了，他应该就扔在这个八角格附近了。我觉得应该就在这个八角格的附近，还是得好好找找吧。哇，这是什么？啊！找到了，哎，哦，就是这儿嘛。什么东西？哎呀，掉了一个！你掉了一个红的什么？刀。看啊，用刀杀的，再捡了一个东西，再去插进去的，之前就给杀了。那是不是就得是爆炸后来的？爆炸前，后面还得再来一次，他前面得让他爆炸后得来吧？对啊，那他怎么能让他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呢？爆炸前不动的话，确实。这衣服还湿，还有点湿呢。这衣服，这是血吗？啊！哇塞，那他一拔就会出好多血吧？对，就杀的大动脉。那就是先杀的，后面换了一个东西。那也就是他把他杀了，爆炸之后离开了，再来捡一块玻璃放进去，是不是？等于死亡时间是35到40之间，然后40到45之间凶手又来过，对不对？这个我比较倾向于是这个。但我的点就是说，如果杀真是同一个人，这么多的时间点，凶手是怎么做到的呢？是有人给他帮忙吗？我们现在已知的是这些，我们去假的空间看看吧。走吧，走。假是你们那儿的吧？你们对，我们4个人嘛，我们四个。啥？收入囊中计划，朋友们，这里有个收入囊中计划。收入囊中计划。啊，御医状元2手抓。第一步，挑不离剑，棒打鸳鸯，勾点儿就做成了一半。哦。第二步，成为上宫，增加筹码。第3步，趁虚而入，赢得军心。哇，这女的。哦。但是他们的最终结果都想成为赢得军心比你还高。他想当皇后。哦，这是他的升职的给自己安排，等于这是他希望的自己，对吗？这个是不是皇后的装束？他希望做皇太后啊。对，他希望最后成皇太后啊。哎呦喂，人不狠站不稳。他是这样的，他挑拨了他和他嘛。你说那个小纸条，这是我不知道是谁给我的，但没想到他俩又好了嘛。贾尚福亲启，这是贾父写给贾尚福的信。我们贾家虽非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就对你精心栽培。当初送你入宫，便是希望你能够在宫中寻求机会嫁入高门，为家族助力。你虽然已经成为上福，但与贾家益处甚微。如今你已年过20，牡丹易谢，切勿忘记自己的使命，不辜负为父的期望。1990年牡丹易谢，牡丹易谢太狠了。这是等于他有这样的动机，也是家里人逼的。
所以他理解的嫁入高门居然是当皇后，直接就是嫁入最高那门啊！嫁入最高的门，那一步到位了呀，就。对。哇，这儿有一个假上服亲戚，假上服亲戚，看这是。只要你能助我在皇上的寿宴上扳倒好上宫，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我定会让义父在皇上面前为你美言，真公公。真写给他的。我上场之前，我就喝了一个电解甘露。我上去我就发现，我感觉我自己重了。服此药者，体内脂肪速增，体质易膨胀。皇帝有一天，他就从御花园过的时候，就发现有一株枯萎了，然后我就发现那个花呢，它是施肥过度。啊，真利用假做了不少的坏事。哦，这有东西。哎，这有一个上宫局新规。上宫局近日屡出纰漏，众女官目无公规，即日起严查上宫局。如发现违反公规之行，可内部检举，检举者有赏，违规者斩首。违反禁令者，轻则禁足罚俸，重则贬黜，逐出宫门。哦，不管他们搞什么把戏，都比不过我的杀手锏，就是检举。哦，就是他的大小报告。从4月15号开始，检举成功之后直接杀。哎，这不是昨天？走吧，去宴会场搜搜。走。我们到宴会场再来查查吧。请我2个舞姬再跳一段。实在是重现不了一点。我是琴师，不是舞姬。我们再好好找找这附近有什么。会来。哎耶，哎耶，鸟从哪儿来的嘿？哇，啥呀？鸟。真的有人放了鸟。我就说那是鸽子，那是那个鸟屎吧？对，你尝过了，那肯定确定是你。我闻了一下而已啦。这么多的时间点，凶手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又多一项事儿，他还得放鸟。我不信那个孔明灯是那鸟去戳的耶。对啊，他放鸟干嘛呀？没意义啊。就是为了去做一个假的现场。那如果按这个思路盘一下的话，一切都得从8点10分张离开之后才开始做了所有这些动作。这里面有这样几个时间点，首先7点以后才有烟花到位，他要找一个时间点去把烟花放倒。35还得让马棚起火，同时在这之间还要放鸟，还要在40之后有了那个烟火之后去做一个假的现场，还得有一个人去杀他呀，杀真。对，因为从那个礼炮台到他那儿还得10分钟。8点之后陆续离开的人，就是一个一个的。张最先走，8点10分，8点25，然后在花园里面碰到他们。然后大是20，然后他下次跟梦见面是什么时候？对，40。荣的话8点半才被人发现在你的房间里。那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别人在35分之后都有不在场证明。如果荣是凶手，他做那些东西来不及，这必须得是合谋，那就只可能是你们另外2组有的撒了谎。信他俩的话，就是孟跟大撒了谎；如果孟跟大没有撒谎，就是他跟欧撒了谎。
甚至可能不是2个，可能是3个人。这样，因为你们的时间点互相全部交织，所以请你们现在各自回到你们的空间，不要再聚众串供了。我会去请你们。哇，严格。好的。好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所有人说我们串供？我们串什么供啊？去吧，在你们自己空间可以喊着聊，但是不能那啥。喊着聊。好吧呢。好吧，辛苦你们啊。好吧，好吧。咱们得回各自房间喽。哎，这个怎么被撕掉了？哎，为什么？这个就是那个纸，通知他。哦，他那个撕了个角。对对。啊，所以是那个人写的，记笔记的那个人写的，我觉得很像啊，就是这个，就是这张，就是这张。他从这儿撕下去的。对。他用这儿的纸去写的，怎么做到的呢？谁会？因为这个本子是在宴会场的外面。对啊，他从7点就坐在这儿。对啊。哎，会不会是7点之前有人先去那儿撕了一张纸，然后在宴会场的时候塞给他了，是不是？只对，能这样。这个比较合理，对吧？我们是不是还是得先盘一下2个人分别怎么死的，然后凶手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对呀。反正撕下来这张纸，给到甲的应该是杀害甲的对凶手，他需要符合的条件是胡40到胡。不行啊，那40之后他怎么在45回来？我记得是45，大家都到这儿了，因为回来还有10分钟。最后一步肯定是杀甲。最后一步杀甲，那他这边怎么弄呢？35得有人在马棚，可是那儿必须得有人放火。他弄完这个，他回到这里，他就不能杀人了。还有一个人得杀人，这个杀人他得在40左右，他要做假，只能在那之前先把它做了，还得有个人去炮台。那就是4个地方。这时间都太紧了，因为1个人肯定不可能啊，现在。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甚至不可能，可能不是2个，可能是3个人。另外那个鸽子那个事情，我觉得它其实就像是我们刚才第1轮盘的，它就是放出来让人看到空中有鸽子，为他在马棚里面用做那个假的鸽子撞到了孔明灯，无意当中失火，那个给他做一个佐证，就这么简单。但是呢，问题是也得有人控制这鸽子，得要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点去干嘛。除非他们同谋，不然他不会做这个多事情的。没有人能够在40在天湖推完甲之后，还能在45到这儿。那他如果是最后一个到这儿的话，那前面的人知道他不是45到的。如果他不是最后一个到的话，那说明不止所有人一个人都在撒谎。那就是所有人都在撒谎，这个盘不顺。 5个人都是凶手。我们听听看张哥怎么帮我们分析吧。侦探1对1审问，侦探可对怀疑对象进行单独审问。甲是40才能死，对不对？甲40以后才能死，因为他40以后才能到那。怎么45能赶到这儿呢？对呀，所以我们推出，如果你们不是集体在这，就变成你们所有人都在撒谎。对啊，因为你们5个人都互相作证，你们看到了对方。会跟马有关吗？有可能，所有马都去了天湖。对，他骑马。你25之前看到的欧和梦在一起，对吗？在。然后你们俩之后一直在一块儿，一直待到45，对吗？对啊。大在25分的时候看到了张梦欧，就是你们4个能证明是在御花园。如果荣没有到房间呢？你是说那梦得跟他一块说话？对。就如果信他俩，就是梦跟荣撒了谎。荣在如果梦跟荣没有撒谎，就是他跟欧撒了谎。你40看到了梦一个人。对。你跟梦在40到45，就是一直在慢慢散步，还是？对，我反正一直在散心呢。他如果有问题，他就得跟梦和荣仨都有问题。对呀。但其实他们俩有问题就够了，不需要打。你觉得2个人足够，对不对？有马的情况下2个人足够，就去4个地方。
25到40期间是梦可以动手的时间，15分钟，对不对？他只够去一个地方。对啊，他去干嘛了？他去放了火。放火或者杀人。好，那荣从12离开。离开，先22到这儿做烟花。然后32要么去放火，要么来杀人，因为32他要再等3分钟，所以他去放火的话时间会更宽裕。对，而且这个是顺的，就他32放完火，他知道马去湖边，所以他跟着马来到了湖边，把甲杀掉，骑着马回来。那这个时候梦只需要在35把真杀掉之后，在40回到御花园，来不及赶。35他杀完他做完所有东西，把这藏到这儿之后，然后他40。到不了御花园，不可行，那不就只剩欧和张了吗？吓唬吓唬他。好。哦，哎，请你来一下好吗？现在有4个地方要做事情，啊，准确的说是5个地方。那现在你们锁的是几个人作案呢？他没办法跑那么多地方。但是你和张有可能，因为你们25相见之后，其实没有人作证。也有道理。我想问一下侦探，你现在的脑已经烧到多少了？乱了。我们要不要去把东西再搜一搜证据，然后把故事讲完，你再推一推呢？先把东西搜完吧。既然你们这么说，来找找看，身上藏什么东西没有？在鞋子里面吗？你再找一找哦。啊，这儿！天哪！这是什么？火折子哦，应该蛮有这个呀。放火了。我就说嘛，我不能说啊。那再搜一搜其他的人。行。哎，对了，大老师，我刚才没搜你身的。就是说搜啊，有什么东西吗？在哪呢？搜，就是啊，就是说搜啊，搜。哦，对，鸽子笼的钥匙，是你放的鸽子啊？对。啊！我放的鸽子。你几点放的？8点半准时放鸽子。放鸽子干嘛？啊，放鸽子不就是说不赴约了吗？你跟谁赴约啊？他的意思是放鸽子的意思是不赴约，就是让别人知道这儿有鸽子呀。冷死了都。就知道这里面有你的事儿呗。对呀，就是这事儿啊。对，反正你的搭档都是谁嘛？啊，这不就现在我只能用我的背影来告诉你，正面你就看出来了。你知道，没事，别要问我了。我看，哎呀，这个人的肩膀好宽呐！哇，怎么回事？你看这个负责放的火，那个负责鸽子，这样玩的呀你们？干嘛嘛？啊，我是吸毒。搜！哎呀！给我过来！看！哇！缝的这么明显，太可怕了！涛涛，如果这再是那个弄烟火的东西，咱们就是大傻子。现在一个鸽子有了，然后点火的也有了啊。这估计是那个迷药吧？哦，哎呦！这是什么呀？那是什么东西啊？洗衣粉哦，给公公洗衣服，洗秋裤嘛有。对，快点！哎呦，吓死我了！这是一个药，是吧？是可以让他倒的，对不对？因为真就趴在那儿。就是我会比较近距离的跟他相处的时候，就把它给他用一下，但反正是迷晕他的东西。那就是真，他约的那人是你，8点40带着黄金的那个人。也许。Maybe。你的证据呢？对，你的证据呢？
就是走，你是什么？你身上在哪？他肯定有。呀！你，啊！他是那个弄礼炮的。放礼炮的。哦，你至少去了那儿。那我对，这是我鞋上的东西。对啊就原来鞋上的装饰。掉了一个，你就把另一个藏起来了。你有什么计划？我没有。你没东西，你只有纯洁和美貌吗？对啊。全员恶人啊！我觉得咱俩真的跟大傻子似的。没事儿，还可以更傻。朋友们，可以啊，此刻可以骂弹幕，可以骂蠢好吗？我们跳过了一个这么重要的环节，在那1对1。我请求大家能把1对1剪到这后边，更蠢。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拿了一手的关键证据。那打火机呢？我这鸽子呢？那打火机呢？那鸽子呢？来，给我一起放在我手里，给我放在手里来，朋友们，来看一下啊，《大侦探时光机》，俩傻子。还有什么东西？你这还有什么没搜出来的呀？对他这屋要开始搜了哈，来，我们找找看，还有东西吧。加油啊！镜子底下，给我看。底上啊，有东西吗？有。哇哦！烧了半天。哇，烧成这样。跳个没完，人气高，最怕发胖，跳不了舞。哦。种个没完，有头脑，并蒂牡丹是他的骄傲。吃个没完，有后台，食物翻车就在劫难逃。只要你们出了纰漏，好上攻，自然难辞其咎。你发现的假的这个东西是吗？这是假的。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去贾那里找他商讨宴会的事宜，结果我就发现了这本，然后我就开始怀疑，原来我之前跳舞受伤，对吧？这个鼓破了，然后还有那天你那个花也出事了，我才想到说会不会是有人一直在背后，可能就是在嫉妒我们，或者是故意搞这个上宫局。如果他把我们3个人或者我们4个人搞坏了，那我们的上宫就保不住了嘛。我们必须要爬得更高，才能改变这些不公的规则。所以我就想说有这个可能，然后我就叫了梦，和蓉，我们3个人就做了一个3姐妹计划。是的。这事儿咱就，哎，我不知道啊，我3姐妹鸽子呢？带我走啊，鸽子，他们俩要跑。鸽子。3姐妹计划为什么里面有个放鸽子的人？然后呢，这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推举梦，对，让梦成为新的上宫。对。我们也有个俩哥们儿计划，一会儿跟你说。哎，我们有个俩傻子计划，我们俩刚才的1对1好傻。其实约定计划就是你们俩想办法推他，具体怎么做？具体是我借助他哥哥喜欢我，我去找他哥哥的关系，对，然后让他帮我们去皇上面前举荐他，举荐梦梦啊。你有什么计划？我的计划就是用钱去贿赂那个九公公，对，让他给他机会，让他上位成。对。可是你们现在的目的其实是要扳倒贾尚福当上宫，而不是要杀人呢。你4月1号去偏殿干嘛？你们是不是把好上宫给运出去了？在你那宅子里边，4月1号尸体不见了，租了一个宅子。你4月1号晚上去看到的好上宫并没有死，对吗？
或者说他死了，他没有死，看着死了。他没有死，但是你被人要求说，宝贝答应我，宝贝答应我，他死了。哇，恶心死了！这样的。我说被你答应我。他刚才就是死了。你4月1号进宫干嘛来了？拿着你的通关文牒，对呀，我是弄车呀。弄车干嘛嘛？啊？干嘛嘛？我需要的是让那个车能走，能出去就行，出去就行。什么车出去就行？我只管那个车能通行。你在说什么？我只管那个车能通行。你说点能听懂的吧？懂了，他通行，车上有什么呢？哦，有人。车上有人，人又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护身符。所以你收到了那封恐吓信，他约的你听不懂，哎，咱就只说我负责车通行，还有放鸽子，就这俩事儿，是不是？琢磨去吧，没事儿，就我一共就俩事儿，放鸽子。了，你挺棒的了。你4月1号去看了姐姐，姐姐什么情况？看姐姐的时候，姐姐只是身体很虚弱，但是看起来并没有想要死的样子。想要死？没谁不想死，自杀呀！你啥事都没做呀？我啥事都没做。你后来跟到底和没和好呀？哦，对，你们俩的故事不是还？去吧，出去吧，去找他，走，接着去找去吧。走。证据那么证据呢？还有吗？哎，哦，那儿有一个折子。哎，哦，好厉害，来找到了，什么呀？婚帖啊！天也欢喜，地也欢喜。欢喜你遇见了我，我遇见了你。仅以白头之约，书向红笺，好将红叶之盟，再名渊谱大状元。他给了你一纸婚约，然后你给他撕了。是的，因为他向我来求婚，我拒绝了他。你拒绝了我就拒绝，你当时说什么？我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我就是玩弄你的感情。没，对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就玩玩而已，别在意。当时我转身而去。哇！我给你发一弹幕。是，但是你看，哎，朋友们，他又把它粘起来了。还有我的泪，你看。因为我是喜欢他的，但是因为我们实行了3姐妹计划以后呢，我觉得我马上就要成为上宫了，结婚就不能当上宫了。这时候在事业和爱情面前，因为我成长了嘛，一整个就是咱选择了事业。你成长个什么屁？因为我觉得感情靠不住，事业靠得住，所以我选择了事业。你知道他贴上去了吗？我哪知道他贴上去了呀？我要贴上去，我手里拿萝卜干嘛呀？那你现在就知道了，你把那玉佩带回去吧。对呀，带回去。那玉佩都没了，我都生气了。那玉佩是我在这审讯室里知道的，那玉佩还带着这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时候了解了解俩哥们儿计划了。去找他，接着去找。走。我就说我是很清白的，是吗？我可不觉得。那先出去吧。去找张的。走。哎呀，这屋好好闻啊！药味都是在下面。哎，这有一个箱子，这刚刚我打开过一遍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先来这个，永无止尽药丹，我看过一遍了。你怎么没看清楚？那他能看太清楚吗？他看不清楚，他不敢看清楚。这个就没什么可看的，这看太清楚了。然后就是这清楚，这是这个还是这几个？您再看一遍，就是你吸魂丹嘛？哎，你看，
这就是吸魂丹，就是给好上官用的。它服用后呼吸停止，状若猝死，12时辰后苏醒，这是给好人用的。接下来弄了一个白色的粉末，叫花子，洗成这样啊。然后给了荣，这个的作用呢就是一拍即晕。哦，他那个是可以让他倒的，对不对？反正是迷晕他的东西。我反正就管药，别的我什么也没干。不知道，我这药。只有你是好人吗？是的。哎呦，那就投你了。投我干嘛？然后呢，招了吧？要不我先说吧。我有一天去给兰贵妃送花的时候呢，知道说他们要把郝尚公给处死，所以我才找了他们俩，然后他们俩又分别去找了他们俩，最后我们是5个人合伙了干这个事儿。对。我基本上知道了，等于是你先租好地方，对，然后呢，他去下的药，我把药给他的，因为死了的人，他去检查他死掉了，就送到偏殿，对，然后你再去偏殿把人送到他的车上，就因为他车有通关文牒，再挪出去送到你郊外的宅子里。咪咪，嗯，那刚才那一段怎么说？太蠢了。你不如来猜猜这个计划叫什么？这个计划叫做这个计划叫做3个姐们儿2个好哥们儿帮。移花接木，不是，偷天换日，不对，瞒天过海，这个计划叫金蝉脱壳。金蝉脱壳。3姐妹计划其实是帮她当上宫，对，金蝉脱壳计划，金蝉脱壳计划是我们5个人。懂。然后接着说这个今天的计划。我想想啊，原因是因为我用我的花车去拖那个假死的好上宫的时候，上宫的那个护身符就掉在那儿了。然后呢，我就收到了威胁。我在你的车上捡到了好上宫的护身符，4月16日20点40，拿500两黄金到八角阁，否则皇上就会知道4月1日的事情。他要约你8点40，带着黄金500两。对，然后呢，我就找了小伙伴们一起来看这个事儿怎么办。确实。然后呢，所以所有的什么争吵啊、弄洒水，肯定是 play 的一环嘛，对吧？先是张把烫伤膏提前给我们，然后他在礼炮台等待那个马经过，然后呢，我跟欧假装吵架。之后，我回到御花园去换了衣服，我去找他，把他湿的衣服换下来了。他把我拿到房间去，对。然后呢，我就先把匕首啊什么的拿在手上，埋伏着等真来。然后再是大放的鸽子。鸽子用来干嘛？谁知道呢？他让我放鸽子，他们说让我放。然后我去马棚伪造那个天灯，被鸽子撞到落下，然后失火。然后呢，马受惊以后就冲出马棚，冲出马棚以后呢，张在礼炮台等那个受惊的马路过，踢到那个栏杆，让烟花车倾斜。真来了以后呢，我假装就是我有个包袱，感觉上是要把钱给他，而且我跟他在那个信上我说我今天会跟你说点重要的事儿。所以我是有机会凑近他的，凑近他呢，我就把张给我的那个粉拍给他，他就晕了。他晕之后呢，我就赶紧去把那个黑袍穿着，怕那个血会溅到我衣服上。然后呢，我就刺了他，刺了他之后呢，我就开始等爆，爆完了呢以后呢，我再把那个琉璃捡起来，把匕首拔掉，把琉璃插回去。甲不是他们计划里面的，对对，甲不是，是的，但是是谁不知道。来找找看，张哥这还有什么？啊，这儿。哦，好，漂亮。欧尚仪，你如今脚伤严重，
再无法跳舞，全然是因为张玉仪。她医术不精，耽误病情，导致你的脚淤血堵塞，伤及经脉，是真是假？你一问便知。不知道谁给的这条。这是甲要写给欧的，被他截了被我。截了。啊，怎么解？我发现他的症状其实并不是一个淤伤，他是吃了这个膨胀膏导致的，是真干的。哦，哦，挑拨你们的关系。不，这个是你在哪里发现的？ 4月13号，我看到甲把这个东西放在欧的门口了，然后他就给他抠出来。，然后对，他在那个挑拨离间，对吧？大老师，你这好像还有东西吧？走，要不就去我屋。哎，等一下，我怎么觉得这个是活动的呀？哦，啊，这么好的一个激光，来，啊，哎呦，天哪！哎，我是真的好心疼你，但你应该知道真相。该知道什么真相？对啊，什么真相啊？你念念。张玉一雅见，自与你一同研究药膳糕点以来，药碾中皆是你我耳语。连日来忧愁尽退，心情愉悦，晨起做饭也变得甚为开心。愿你我的情分能一直延续。孟尚实，为什么孟尚实给张玉一写的信在你这里？就是我不是去跟他求婚嘛，我求婚，我说你嫁给我呀，他说你随便玩玩，别在意，别当真啊。当时我扭过头去就走了，我就疯了。我说这人怎么这样？我回到家之后，哎，我就气冲冲，我往这边走，砰叽，这儿有这刚才那个信件就在这儿呢。然后我捡起来就看见了这个信件，然后我当时觉得，哎呀，嗨，原来是他跟别人好啊，就这么点儿。这是好久以前的事儿了。对，好久以前，但是我发现了呀，他发现了，就3月10号，你是去年8月份、9月份，你不就？在9月份他出轨了，然后我就跟他分手了，果断分手。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啊？对我也不知道啊。怎么不知道？你们两个当着我面不好意思都背不对背过去，你们俩答对，你答对啊！贾尚福写的。甲写的，哦，挑拨你们的关系，假挑拨是吗？贾上不写的什么？对一下笔记。这个是真相，对吧？这个是真相，这个应该不可能。不是，因为他要模仿孟尚实写给这个的来骗你。没有吧？今年3月份他早就开始搞事业了，人家都开始3姐妹计划了。因为我觉得感情靠不住，事业靠得住，所以我选择了事业。这是贾尚福要骗你。假骗你的。他要拆开你们拆开俩。咱俩，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大不可能对甲有杀机了？因为他没反应过来，就是甲在里边坏事了，对吧？对呀他真的以为是梦想。对对，那他现在是在装的呢？有可能。掉字了啊！但是甲针对我干什么呢？我对他的，他只是想拆散我俩，对这个事儿是想拆散你俩吗？但是说我医术不精是为什么呢？想拆散你俩。他不会是为了拆散人吧？是啊，他前面不是写了吗？他就是把我们全部都弄乱。御医状元两手抓，趁虚而入，赢得军心。哇，这女的，我们去她的空间看看吧。走吧，走走。她的招就是写这种阴不阴阳不阳的信吗？还要再翻哪儿啊？哦，朋友们，啥？这是有夹层的耶。夹层那个柜子。哎，哇，是个啥？太医院的一包。药。哎呦，4个丸子。那就是我的那个瘦肉丸。对。
贾尚福亲启，好多东西啊。一个个看啊，先看这封信吧。帮你在宫外调查过了，荣氏花铺确实存在偷卖并蒂牡丹。贾父，4月16日。贾父，壮壮，最近几次在宫外约会很愉快，但最近没有出宫的机会。今晚御花园假山，若你有空，可否一见？这是我给壮壮写的信。梦梦。啊，他抄的这封信是8月10号的，去年，他抄了一个，把时间改了，就时间不一样，对不对？他这里有你们所有人的把柄。且你知道这里面如果有人知道了，他知道了这些东西，你们都是要砍头的。你们有人知道了这件事情，杀掉了他，你们5个其中1个。好，本案正式开始。今天是2000年4月16日，我们在这个湖边发现了一具女尸，她是在8点40被约到这儿之后被推进了水中。你们5个联手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应该叫做瞒天过海。我们有3姐妹计划，我们有瞒天过海计划、金蝉脱壳计划。但是在这之外还有一个叫杀甲计划，是这个人单独做的，叫我自个儿计划。但是他必须要在你们瞒天过海的大时间框架下。对。首先他在之前就要想好要杀甲，因为他要4时要把甲约到湖边，而且他得知道湖边有马。是因为他如果4时才到湖边，他杀掉甲，他最早回到八角阁也得50时。可是有了马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是西域的汗血宝马，他在马大上跑的时候速度飞快，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回到八角阁，然后跟大家会合。就是他是骑马。那我们谁会骑马？我们都会。你们现在真实的时间线还是45，大家都不是了。我觉得现在需要他们把真实的时间线都说一遍才行。我在那边安排人摆了一些椅子，太好了，有没有水果跟糕点呀？来，快点啊，朋友们，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第1案，也就是真这一案是你们5位联手的一个瞒天过海计划。但是这个时间点和每一个人到底是有什么空间可以继续做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去厘清的。甲呢，他有他自己的3步计划。第1步呢，他就在张和大之间来回横跳，因为他有个2手抓计划，一个是壮，就是大状元；一个是一，就是张御医，他一定要拆散你们。第2步呢，他就当上宫，然后呢，完了之后增加自己的筹码。最后一步，他要获得军心，这个军不是指皇上，是指你们2位翩翩君子其中一个人。因为别忘了，他从头到尾就是要满足他父亲对他的一个期望，对，就是要不停的去让他去想办法结交权贵，然后嫁给其中一个人，给他们家增加一些声望。目击的呢，就是张看到他给欧递这个假纸条，那么大说呢，他没看到甲来给，他看到的是他自己在地上捡的，也不知道能不能查到。那至于欧、荣和孟，他们彼此都有把柄在甲的手里，所以呢，其实盘来盘去都是有可能会有杀机的。我现在需要的是你们从今天下午6点以后的时间线。6点到6点半在布置现场，我跟大作为表演嘉宾参与了彩排。对，在6点半的时候呢，就清场了。我趁这个清场的时间，我就回太医院拿了烫伤膏药。我当时把药箱藏在花园里边了。宴会正式开始之前，我把烫伤膏提前给了欧和荣，等于他们自己就可以贴。8点的时候，我和大压轴秀结束。8点05，按照计划，欧和荣假意爆发争执。
8点10分我直接去的离炮台，8点20到，8点35我看到受惊的马从两边马道奔跑过去，把炮台绳子一脚踢倒了，炮台倾斜，接着我就从炮台往八角阁赶，要经过花园嘛，我在这个时候把我的药箱拿回来了，时间应该是8点40了，然后中间其实就是发现我鞋上的东西掉了，我把它另一个配饰也拿下来了。8点45我到八角阁的时候，孟、欧、大已经到了。好，来我们听听看大的。前面都一样。然后呢，6点半清场的时候呢，我回到我这个院舍，拿到了鸽子笼。你6点半离开，你6点40才能到院舍。对，我拿起了这个鸽子笼呢之后，我找了个地方将鸽子藏了起来。接下来又一样了，我跟张在演出。8点20，我按照计划我离席了，然后我去拿这个鸽子笼。25的时候，我带着鸽子笼回到了宴会场附近。30的时候，我准点要放这鸽子出来，之后我把这个鸽子笼又藏回了之前那个地方。到了35的时候，我回到宴会附近，通过御花园去了八角阁。45的时候，我到达八角阁。我到达的时候，孟和欧已经在了。好，8点05分，我跟荣就开始假装起争执。12分，荣离开了。之后8点15分，我跟孟一起离开的。20分在御花园分开，我去往马棚。8点25分，我抵达马棚，将膏药贴在了烫伤的位置。30到35分，点燃了一盏天灯。天灯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用石子打落天灯，然后让它点燃马棚。马受惊，然后冲出马棚。8点35离开马棚，前往八角阁。好，孟。6点半这个宴会场清场了，我就回到我的房间休息。7点到8点呢，我就回到宴会场了，开始表演。8点15离开宴会，前往御花园了。8点20到8点25，我和欧就在御花园分开了。我在御花园约定的地方找到了荣，帮荣换衣服。8点25到8点33左右，我抵达了上宫菊荣的住处，将湿衣服挂起来后，我就离开了。8点33到8点43。我就从上宫局出发，途经御花园，抵达八角阁。从御花园到住处只要8点半你就可以到，为什么你多走了3分钟？因为我还得把他衣服挂起来，就是他房间里感觉好像他回来过。因为我们就是这个5人计划里面，我负责的就是说帮大家整理我们的药箱，还有大的鸽子，这是属于可以前置的，就到那儿基本上不怎么用花时间的。但是他这个换衣服必须得是真实的一个行为。对。好，荣的时间呢？6点半以后呢，我就回去把那个凶器就埋在了御花园里。19点我回到这儿来，然后8点12离开。离开以后呢，我就到了花园，先把膏药贴上，然后把衣服换了。你这个换的是黑袍是吗？湿衣服。就是他刚才不是打翻了热茶吗？他要先把湿衣服交给孟，然后孟要回去来把这个时间线做实嘛，他得说我是回房间换衣服了嘛。对，就相当于说我来的时候，我8点12分之前我穿的都是一个1号衣服，现在我穿的是2号衣服。你等于6点半的时候已经准备了2号衣服在这个花园里面。对。好。孟取走了我换下来的1号衣服，湿衣服，然后呢我们分开。8点半我就到了八角阁，去埋伏着等真来。真呢是8点35来的，来了之后呢，我就用那个粉把它弄晕。之后我就去换了一个黑衣服、黑袍子，然后拿匕首刺了它。刺死之后呢，等着8点40烟花爆。几点钟藏的？我全部都弄完，估计个42、3分钟，然后我就又去埋那个你们刚才搜到的那一包黑东西去了，黑衣服。我是47分回到了八角阁。我直接去的离炮台，我跟孟一起离开的。我带着鸽子笼回到了宴会场附近。我在御花园约定的地方帮荣换衣服。我用石子打落天灯，然后让它点燃马棚。我把它弄晕，拿匕首刺了它。受惊的马把炮台绳子一脚踢倒了，把匕首拔掉，把琉璃插回去。哎，孟那个。最后是8点43到的那个八角阁吗？那这个时候荣有目击吗？就是你不是40处理完现场之后，其实你就得从八角阁出去，等于你前脚出去，孟就到了吗？我没有看见他，我没有看到过孟。
容40才能开始布置，这个是说不了谎的，因为40放烟花这是一个公知信息。对，它布置完了怎么也得要个2、3分钟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它容基本上可以排。我觉得时间上绝对能卡死的是容跟梦。换湿衣服的那个房间跟烟花爆炸后的现场是一个性质，它必须要有人去做的，而且那个时间没有人替他去还原这个现场，而且做这个事情确实需要时间，除非他们俩都说谎。对，梦他没有时间去天湖，因为25分开这件事情是容跟梦是可以佐证的。对，但是呢，梦除非他是飞快的去挂了衣服，就是1秒钟、10秒钟。很难，是难，它太极限了。所以第一个到的梦和最后一个到的容，我们是不是可以排了？排了。那现在就剩欧、大和张。我们来盘一下他们的可能性。我的时间线也很极限呢。你不是30打开的那个马的那个？不是说去到那里，我可以直接用火折子把那个草点燃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伪造那个灯上去了之后，用石子把那个灯打下来，我要伪造那个灯掉落，让它引起火灾，才把马惊掉。所以我必须要那个时间点，我要站在那里等着这件事情完成。你是8点半才开始操作？对。哎，不对，他8点25到的。25就到了呀。不，因为他放火烧马的时间提前不了，我这儿有目击。对。啊，我8点35才看到马过。就是你人肯定得在那儿。就是他们俩的时间可以相互佐证嘛。张是35分整看到了马过来，那可能马就是在30分之后马才跑出来的。欧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瞒天过海计划，然后所有人都知道彼此在里面。负责哪一环？这里面有一个人做了我们计划外的事情，核心的一个点，制造时间上的轨迹其实是用马来做的。那欧作为看管马棚的这个人，是我们5个人都知道的，他自己去用马做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你们仨时间肯定都有，我们在他也肯定是够的。对，大也够，但是我不往天湖那边走啊。你8点30放的鸽子，多少时间回到了你放鸽子那个地方？5分钟啊，5分钟。对，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到八角阁吗？等于我放完这个，然后再回到宴会室，通过御花园再去八角阁啊？那你就不够了，因为你35，你应该已经从宴会这儿往这个八角阁走了，不然不敢套了。而且这鸽子这个事儿，只是给大家证明今天有鸽子这么个事儿，对吧？所以鸽子乱飞在哪儿都没有地点要求的。他8点20离开了，就8点20放都可以啊。不就必须得8点半放？为啥？比如说你8点20就放了，可能鸽子飞走了，它不会在这个8点35的时候，这个火灾不会出现鸽子。对，它就是离得近一点，对。但是如果你8点半放完鸽子，直接40到了天湖，推了它骑马回来，也可以吧？就是说，咱们从这个路线上来看哈，反正肯定是行啊。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天湖那会有马吗？天湖有马？你们瞒天过海计划里面有没有马会去哪儿？没有，没有啊，没有。让马受惊吓冲出去，不是为了让那个马撞到那个炮台吗？对呀，可是他的计划里面必须他知道天湖有马，他才能用马回来，不然他会穿帮，他会比所有人都来得太晚。他不一定管天湖有没有马呀，他不是在这儿骑马去的吗？在哪儿啊？他的意思是在马厩那儿骑马的。那就是你了。那你们说我的意思不就是我在那儿直接有马吗？不是，他也可以有马呀。对，我没有，谁都可以有马，但是马其实是提供了回来的可能性。能骑去不就能骑回来吗？咱俩的话，你是马的起点，你确定你自己决定马去哪儿。我是35在那儿看马过来，我把它截停，我也可以决定马去哪儿。但是如果是大自己主动去天湖的话，他并不知道天湖那儿一定会有马等着他。他就回来就会晚，除非他不在乎这个。好像也不能不在乎，是不是？
不然为什么要骑马呢？骑马就是为了在最快的时间赶到八角笼，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可是大家也都知道有马这件事情不能提供不在场证明啊。朋友们，这个人的杀机啊，形成的非常的奇妙。他6点以后才形成的杀机。凶手干了个啥事儿？6点以后，等签到本到了这儿，他撕了一张纸，写了个纸条，他都没有时间回家或者提前准备好。所以呢，就算他之前形成了杀机，他一定没有想过要怎么约甲。就是很随机，今天应该是有点激情。而且甲还必须得接受他这个邀约。谁临时起意给甲递纸条呢？而且关键是甲还得同意。欧约得出来吗？我跟他关系并没有，而且我并不知道他好多的事情，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那本我们画有我们3个人头像的那个事情。就他想挑拨离间我们全部关系不好，然后现在唯一成功的就是我们俩，跟上宫已经没有了。我觉得你的杀机是还是蛮明显的，因为你是明确看到他有这个计划要针对你们3个的。而且你们的3姐妹计划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好被你们救出去之后，现在你们的计划是想把梦梦碰上去。对。但是如果你们知道了甲掌握了那么多你们的把柄，其实是非常有可能有杀机的。但是我不知道。在这个时间点上，你看啊，凶手要满足的画像就是，首先第一点，他不是特别早就产生了成熟的杀机，或者说他没有别的方法去约甲，这一点我就觉得欧稍微轻松一点。2位男生，这个外男你没有办法去约女官，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和张，是非常有可能用这套手法的。那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那个信，要从这儿撕一张纸？我觉得应该是来了这儿才完整的想好了这个计划，且是利用了《瞒天过海》里面的一整套的流程。是的，我个人觉得还是得应该知道这里面有马的事儿。大，我觉得他没有直接参与马这个事儿。我的杀机是源于我不能让欧知道我在这件事上没做好，对吧？所以我要维护我自己的形象。但是在我们5个人共同的一个计划里边，我选择了去用马来完成我的核心轨迹，但欧是那个管马棚的人，你们觉得合理吗？等于计划里边是马出了问题，所以欧对我那么重要，我整个的杀人动机都是为了保全我在欧心中的形象的话，我不可能让这件事跟欧有任何一点点的关系。我依然觉得递信去约这件事情应该是男人做的。甲因为本身就想要钓到2个男士，所以他会更愿意去。对。但是这一点，我觉得这是甲的一厢情愿，他并不一定敢用这种方法去约他，除非他对自己特别有信心。可是呢，在这个2个人物画像里面，他们俩都是这样的人设。我觉得不可能是我的原因，是你站在甲的角度来讲，今天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天。就是我对他所谓的吸引力，无非是我是他2手抓计划中的一员。但是今天甲在准备举报所有人的一个日子里面，他的每一个行动都不会让自己太冒险的。他不会在这么重要的一天就突然轻信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他抓2手计划里面的人，因为我跟他之前确实没有过交集。但是大来说呢，甲对于他跟对于我是不一样，我是暗中观察甲，但甲是主动抛诱饵给大。就我跟你说梦跟那个张是什么什么什么事儿，然后说我心疼你，这等于是甲抛了一个诱饵给大，大这个时候说我们谈谈吧，甲会认为我之前递给你的那个东西起效了。但是甲给欧的那个东西，他不是抛给我的诱饵。
那个是他想背着我做的，就算那个是他抛给我的诱饵，但如果我发现之后的反应是，哎，咱俩谈谈，我觉得对他来说很可怕，就他会觉得他不知道是被你发现了呀，因为不是给你的。那我找他聊啥？就目前来讲，大内杀机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浮现。首先第一点，你并不知道是甲给你写的这个纸条来搅和你跟梦啊，对啊，你对他的杀机是在哪儿呢？没杀机啊，因为他甚至是他还目睹了甲去往欧的房间里塞纸条，他抠出来，他才看到了，至少他冤有头债有主。可是您那个是他留在你家门口，他并没有说他是谁。对呀，对吧？所以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除非你隐藏了一个什么，比如说，是他给你的，你知道是他，你看到了？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所以呢，他就算是怀疑这件事情，他不知道去找谁。我觉得甲的那个匿名信之所以是匿名信，就是因为他亲手递的，都不用写名字。他一定是偷偷放在他门口，只是大有没有看见？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比如说我作为甲，我要给他这封信，他直接可以跟他说，我拿到一封信啊，我给你看看，你看看吧，你就明白了啊。哎，可是男女不是不能这么聊天吗？是不是？他找的你呀，对呀，他要找我，好像能这么见面吗？但是甲本身做这些事情，他内心就不是一个特别光明的态度呀。对呀，所以他没有那么大胆大咧咧，他这个不叫交流，就是一封写好了内容，但是很清晰，内容很清晰，没有落款，然后我去敲你的门，什么也不说，跟你走了，这是合乎礼仪的。但是我的重点是在于，就是说，如果我是知道了甲这些过程，我还跟他说我对他有意思。就算他针对了你，比如说你知道了是他要挑战你们，你也不会去勾搭他。啊，对啊，而且我杀他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做法，就逼到我这个程度。然后我又想到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找他做的那个瘦肉丸，这个药也是杀头之罪，对啊，所以他是知道的。那我觉得他会为了这件事情，如果他把瘦肉丸作为举报材料在准备的话，那我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所以我觉得他就更无所谓了，他就更想杀了。不是，如果站在甲的视角里面，我就是个死人的话，我约他说你个死人，我理你干嘛？但他没想要杀你啊，他可能是想除掉他们三个。是，我是顺带手的，就是我对于他来说就不再是宰相之孙，而是一个罪人了，因为他举报证据主要是为了把欧扳倒，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从我这拿的，因为我是太医啊，所以我一定跟着欧被杀头啊，所以此时我在甲的心中已经零价值了。请问他在那个说挑拨离间那个板，他打了个勾又打了个点，什么意思啊？他拆向你们了，对吧？开一半吧。但你俩他还没搞完，还没。他如果你已经是个无用之人，还给他写那信干啥呀？他是注意，他是4月13号去递的那个信，然后新规将要颁布是从4月15号开始，等于之前他还在想，拆我们，拆你们，但现在说既然这3个都可杀，你都可杀。对，他如果要是去告欧的话，那就会查出来说，那这玩意儿谁给的呀？一定会把我牵出来的，因为他告欧的证据是瘦肉丸，就是张玉仪给的，那张玉仪也得那啥，那这样，梦梦，你怀疑谁？根据证据指向和咱们道理分析，我觉得可能是张玉仪，但是我主观直觉，我觉得你是对的，大不做好。对，支持你。明白。你觉得证据好像更顺理成章，他更能接触到马，因为他在这边等着马呢。然后大，因为他并不知道马会去天湖，而且确实我也是中间不知道那个。对，而且大就是杀人的动机没有张明确。对，
我想到一条，就是说大其实他现在有隐藏证据，我们还没有收到。他其实就是知道了这个，甲不做好，然后呢，甲的手上也有关于我不好的东西，并且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我是因为想要当上钩，所以拒绝了他的婚姻。他是为了我去杀了甲。那必须的，全世界都为了你。如果全世界都为了你，对，都能为你放弃。谢谢，谢谢啊。哎，还有一点对大特别不利，他是个马球高手。对，我忘记了。对，我是会悬崖勒马那种。我还说我有马爱上我了呢，万一那匹喜欢我这，过来找我来了。就是你们3个跟马都有关系，你们3个他是负责放马的人，他是等马这来可以带着马去的人，他是马球高手。我去投第1票了，好吗？好的好的。今天既然过程如此之荒谬，那我也就不管结果了，好不好？好。史上第一集，对不对？5个人全犯案了，让您赶上了。那个画面，作为大侦探啊，我们录了这么多集了，手握4个关键性证据。哎，我去投第1票了，加油，老爷！沉重的脚步，加油！咪加油！加油！今天真的很厉害。首先，我们排了荣跟梦，为什么排了他们俩？是因为荣的时间不够，梦也时间够呛。那么剩下3位大、张和欧，我排了欧的原因，第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宏伟女官可以在很多方式用很多的可能性去跟他相约，而欧现在跟甲的关系又有点尴尬。所以他在这个现场写一封这个信去把他约出来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少。还有一点呢，因为这一次的计划里面用到了马，而欧呢在整个计划里他就是管马的，这种把在场证明的关键性的可能挂到了自己身上，我觉得他的计划是稍微有些纰漏的。那么就是大和张之间谁更有可能？就是这一案，其实站在我的角度看，非常的简单，就2个维度，一个是谁能更顺理成章的约出甲，还有一个是时间线上的可能性。那时间线上可能性来说，其实荣跟梦都排得很彻底，然后大状元约甲是甲更容易放松心态去赴约的，因为本身甲就在大状元的门口放下了一个他对大的诱饵。那站在大的视角上来说，很有可能将计就计。对，投给大状元。现在就是很难投的案，不知道投谁，我给大家跳段舞吧。投谁？其实我个人是怀疑张玉一，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从他个人的个人荣誉来讲，他的医术完全被否定了。第二，因为他的失误导致了我的腿从此以后不能再跳舞，在这个点上面他会非常的愧疚，他觉得他把我的腿治坏了。第三个是他即将要被威胁到的制作了一个瘦肉丸这件事情是违反公规的，也是会遭来杀身之祸的，所以我给你。其实我比较倾向于是2位男生。就是从假想得军心的这一块来讲，这就很自然了。如果是大，那他一定是撒谎了，因为在我这儿看，他杀甲的动机不是那么的大。如果是张呢，他就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他看见了甲给欧的那封信，而且从利用马的这一点来讲。如果我把欧之前就排出去，那在2位当中，可能我也会偏向于张，所以衡量下来，我觉得这一票我就投给张了。哎呦，哎呦！我觉得目前看所有证据的指向，然后约他的话。
我觉得他会赴约的。哎呦哎呦！心爱的张哥，怎么能是你呢？玉叶只能是你的兄弟啊！对不起。首先，欧张大里面，是有这个嫌疑的。然后其中直接用到马的，其实是去马棚放火的欧，以及，在这个炮台这儿就等到了马的张。我觉得最后的凶手。来吧，朋友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今天真的觉得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也有，我也觉得我投错了，太不祥了。来吧，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时光记》第9案中，谁是杀害贾尚福的真凶呢？看结果吧，我都觉得欧都有点可疑了。现在看，我也觉得。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获得0票的玩家是我看他们俩。孟尚实、荣尚苑，还有欧尚仪。欧尚仪，哇，谢谢大家。那就是一开始都没站错嘛，来吧，来吧，哥们儿，谢谢谢谢。哎，好，来该你们男生了。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张玉一和大状元之间。张玉一和大状元互投了对方。哎，对，承让。一个绿的，一个白的。待会儿让你知道我有多绿啊！我真的这是你们多绿了啊！荣尚苑投给张玉一。完了，一个没说中。欧尚仪投给张玉一。对不起。侦探投给了我觉得张那个点说服了我，就是张目前跟贾的关系是贾并没有信张的可能性，所以我今天投给大状元。大状元，助理投给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死者死在天湖和马最终大规模的出现在天湖，这个并不是一个巧合。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大是更有可能的，因为张跟欧本不需要利用这样的事情去让马到天湖，因为他们可以自己骑着马去。所以我的这一票投给大状元。只有你那一票了。来，咱俩一块进去吧，然后看试试。对，新玩法来，给你俩锁了，给你俩锁了，给你俩锁了。我玩得很稳。所以投给了孟尚实投给了觉得就是张玉一，如果约他的话，我觉得他会赴约的。我投给了张玉一。张玉一4票，请进铁笼。这么快就出来了？
你吓人！没有，你看你的相挂的。别，我真的是很难那个对，我真的有种不祥的预感。张玉一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失败，失败！谢。天哪！厉害！神呐，大老师！为你高兴，为你高兴。真的吗？等会儿，咱们先等会儿。本案的真凶是没有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大状元。承让了，真的吗？谢谢，我都祝贺哇！承让了，真的吗？谢谢，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以，特别好，我没事儿，我都进来了。怎么回事啊？如何？我已经知道最后抗辩的是我跟张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无所谓了，反正应该我肯定是进去了。大家去投的时候，浩哥找到了关键性线索是什么？什么？我在那个湖边找到了跟那个马棚一样的马饲料，就是有另外的人沿途一直放到了天湖，因为马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之所以判断凶手会在8点40约甲去天湖这儿，就是想要利用这个时间后立刻骑马在8点45左右及时赶到八角阁，就说明他一定是不能够主动控制马的人才能用。你和张不需要这个东西。对。对，麻料，他找到了麻料。你隐藏了什么呢？首先，我要先说这个玉佩这件事儿。现在我已经挂上了啊。然后呢，到我推甲下去，一切这一个过程之中，我真的以为孟尚实就他叫乘船，我并不知道是甲在陷害这件事儿。然后今天这个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啊，6点钟我在准备我那鸟的时候，然后我听见甲跟那个咱们公公聊天儿，真对，其实之前让我哥哥大尚书去害咱们那么善良的好上宫，然后一直就是他们在搞这些鬼，所以在我心目中已经认定这个女人是坏人。然后我那个座底下甲塞给我一张条，上面写着他已经脚踏两条船了，然后不有一个新规定吗？然后甲掌握孟氏的把柄了，就告诉他就要被砍头了。他说我要让我嫁给他。然后呢，我要说了啊，就是我的爱情的观念哈。我觉得既然我喜欢他，我应该可以为他杀害甲而去做出保护他的事儿。有什么关键性证据吗？这个条呢？在最开始你们就看见了，就在你们眼前没有发现 ，magical 就在我这个琵琶里，琵琶啊，琵琶里，就在那个琵琶里，然后那个琵琶背对这个地方，这儿呢，你看啊，在这儿，贾尚福给了我这么一个大状元轻举。关键点，因为其实大家都说出来了。其实他说我虽不像那个孟尚实那样会马术、会浮水，然后我就知道他不会游泳这事儿了。就是我的直觉是他，但我理性投给了你。为什么呢？就是理性的点在。他不是，他是要挟他。他说我已掌握私会的证据，如果你娶我为正妻，我会把这事烂在肚子里。其实咱俩是一样的嘛，我说后来说这事儿是一样的。不太一样，要挟的是说掌握了孟尚实和大状元私会的证据，对吧？
然后瘦肉丸是我跟欧完全绑定的，所以你一开始想那个没错，在甲的眼里我是个死人。是想的没错呀，但是我还是理性判断投给了你。你一开始的想法多理性啊！祝贺大老师，来有请阿外送上。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有请阿外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大老师逃脱成功。应该很努力。但我今天就觉得我变得是不是有点太激进了，所以导致你们都没信我。是的，有点匪相。但我没有办法，因为你们俩肯定不行，然后我又不可能去变欧，所以站在我的视角上，我确实只有一个人可以打。哎，颁奖仪式来，颁奖仪式，祝贺大老师。丰收啦！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本节目呢是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的。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动感地带芒果卡提醒各位侦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有惊喜。祝贺！推理探案来芒果 MCT 大侦探10年线下展。谢谢。待会儿复盘见吧。那没关系，咱们该完成都完成了，瞒天过海 forever。瞒天过海，瞒天过海 forever 啊！这个计划有名字吗？这个叫我自个儿。好吧，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季齐思君。今天邀请到了我们几位老朋友，郭慧法官，小季好，孙老师好，欢迎钟彦军法官，沈一斐教授，一起来和大家讨论我们本期的案件，欢迎3位。本期合议庭，我们将共同来关注职场竞争、女性困境、独立女性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现在开庭。在芒朝的深宫当中，真公公是联合同党处处构陷、打压以好上宫为首的女官们，而贾尚福为了上位，也是不惜通过陷害同僚来博得真公公的支持。1年1度的农桑祈福仪式正在举行。歌舞升平，鼓乐齐鸣，而在众人欣赏烟花之际，真公公却被发现惨死在八角阁之中。经过各位侦探的推理，我们得知荣尚苑、欧尚仪、孟尚实、张玉一、大状元5人通过合谋的瞒天过海计划将真公公杀害，而大状元在执行计划的过程当中顺水推舟，将贾尚福推入了湖中，伪造其意外死亡。没有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大状元。首先，还是请法官为凶手们定罪，并且出具量刑建议。首先呢，龙、欧、孟、张、大5人合谋杀害真，他们5人的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均构成故意杀人罪。5人共同商议，确定了犯罪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龙动手杀害了真，其余人提供帮助，共同促成犯罪计划的实现。事后呢，5人又串供，伪造不在场的证明，制造了意外事件的假象，所以在共同犯罪中5人均系主犯。但相较而言，龙参与共谋并直接实施杀人行为，他较其余4人的罪责应更为突出，对其量刑也应当更重。同时呢，在实施瞒天过海计划过程中，大状元还杀害了贾尚福，他的行为又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在我国刑法中，实施同种数罪的不数罪并罚，只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但对大状元的量刑应综合考虑其单独实施的和共同参与的2起杀人事实，予以最终确定。共同犯罪中各个共犯之间的责任的分配问题，
一般呢，综合他们在整个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小，虽然商议，但是可能其他人只是负责提供刀子啊，或者起到了一种协助、帮助的这么一个作用。最后在量刑的时候，他们的承担的刑事责任可能就要相比较这个动手的这个就要轻一些。大状元呢，他是在共同准备杀 A 的时候，顺水推舟把 B 一块干掉。但是杀 B 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和 A 这个过程中它是不相干的，等于是另外这4个人根本不知道你要去杀这个人，这个我们叫什么超出共同犯意的行为，那么他只能独自来承担这个责任，而其他人呢因为不知情嘛，所以说他们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明白。那荣、欧、孟、张、大5人呢，以制造假死的方式来救郝尚公出狱，这个行为又会涉及到哪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违法行为？剧情中，郝尚公他属于依法被关押的罪犯，他从被关押的场所逃逸，他的行为构成了脱逃罪，而其余5人帮助郝尚公脱逃，其余5人涉嫌构成脱逃罪的共犯。其次呢，郝尚公在脱逃之后，被欧尚仪安排在宫外租住的财院内，欧尚仪明知郝尚公属于犯罪之人，还为其提供处所藏匿，逃避追查的欧尚仪的行为还涉嫌构成窝藏罪。如果这几个人在商量的过程中就商量好，郝尚公一旦他能够脱逃出来，就住在欧尚仪家里，那么欧尚仪的窝藏行为实际上属于这几个人共同商议的窝藏行为。那么他这个窝藏行为一般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是会被这个脱逃给吸收的，因为脱逃罪它的量刑幅度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包庇罪呢，它有2个量刑幅度，一般情况下是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是情节严重，那就3到10年。故事当中，真公公、大尚书等男官员也会打压女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女性在职场上可能也会是因为性别受到了各种因素的这种带来的困境。想问一下沈老师怎么来看待这样的现象？在过去比较多谈的是因为女性的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带来的种种的问题啊，但是呢，还有一些性别里面的这种期待差异。当女性和男性表现的同等优秀的时候，对于男性的判断是说他后面还会有潜力，觉得他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我们对女性常常觉得她发展到这样子就已经是她竭尽全力了，我们不会觉得她还有很多的后面的机会。女性必须要比男性做得更优秀，才会获得比男性好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反复的强调性别文化刻板印象的改变对职业本身的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是女性本身的跟特质相关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经常有很多的这种职业的发展里面会有一些应酬，他有的时候稍微直截了当一点，勇敢一点，我们会觉得他比较泼辣。但如果他在场合里要维持他做女性的身份，表示的比较矜持，我们又会觉得他不太会来事儿啊，在这个应酬里面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其实这种性别文化的影响对女性职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也会使得女性在职场发展里举步维艰。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需要去讨论的一个话题，这种性别的刻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这个跟工业的发展完全我觉得都能对得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革命，你要去抡锤，要挖煤，要炼钢铁，体力上确确实实男女生存差异。那这个时候呢，确确实实是很多这个男性占据了比较光鲜亮丽或者高大上的那个行业。到了电气化时代，可能很多电气工程师，这个时候呢，女性也可以做，因为她对体力的要求降低了。没错，男女因为生理构造产生的天然的这么一个差异，实际上被工业进步或者文明进步给拉平了。整个社会分工呢也更加的细化。对，这个背后它是跟第2波的女性主义的运动紧密相关的。没错，到了我们第3次工业革命、信息化革命时代，可以说事实上的这种所谓的生理构造产生的差异已经不存在了。对。但是为什么实践中给我们的感受又往往存在这种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呀？女性应该回归家庭，或者女性做不了这某某某某工作，这就是刻板印象和现实的社会发展存在的脱节。对，实际上你会发现刻板印象它存在其实很普遍，即使你女性把生育的影响降到最低，你会发现这些性别刻板印象依然在影响女性的生存和发展。
站在我们国家法律的角度，有哪些法律是来专门维护女性劳动者的这种合法的权益呢？制度层面上，我们是健全了相关的规定，完善了现行的法律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妇女在各个领域平等的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是明确禁止性别歧视，保障了女性平等就业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又进一步细化了相关规定，比如说禁止用人单位在招聘中限定性别，进一步询问婚育状况或者设置妊娠测试，还包括比如在职业发展中也规定要求平等，还有防止职场性骚扰这些内容。还有包括一些特殊保护，后续又出台了女职工的这个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它针对这个女性的特殊时期，系统规范了孕期、产期、哺乳期3期的劳动保护措施，内容涵盖各个方面，可以说从法律位阶、规范的内容上实现了法律的全方面的保障。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是特别强调对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比如说，今年的法院工作报告就提到了这么一个案例：某女职工在产假期满不久后离职，用人单位呢为其发放的产假工资就明显低于她的生育津贴，女性职工呢就把她的用人单位诉至法院。法院呢根据现行的相关法律的规定，女职工合法的是享受产假，在产假期间应当视为提供了正常的劳动，用人单位呢应当支付其产假工资。如果说该女职工参加了生育保险，依法享受生育津贴，如果说她的这个生育津贴要高于她的这个产假工资，那用人单位应当全额发放她的生育津贴。据此呢，法院就判处用人单位全额发放生育津贴，这也彰显了司法对女性劳动者生育权益和劳动权益的这么一个刚性的保障。这个故事里面，荣尚苑在婚嫁和事业当中，她选择了发展事业；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女性选择事业而非婚姻的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多。有这种声音就说，是不是现在亲密关系对于女性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怎么来去解读大家关注的这样的视角以及这样的声音呢？亲密关系的的确确在今天这个时代发生很重大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可能不是大家觉得不重要了，恰恰相反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当我们物质不断在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对于亲密关系的要求是更多的，是更重要的，甚至是更多元的。就今天的年轻一代，亲密关系不是只从一个人身上获得，而是把很多的亲密关系的需求放到了不同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讲，你会发现这些多元性的出现，它正是体现了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在过去我们的婚姻里面，在传统的这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里，女性一直是个照顾者，所以呢，她要去照顾这个家庭。现在女性也工作了，我们都是双职工，你就会发现我这个妻子的角色依然要承担，我没有办法脱离，因为我们的男性并没有回归到家庭里去。这个时候我就遇到了双重的负担，那这样子的话会使我的压力就更大。对很多这个新的年轻人来讲，一旦进到婚姻里去，发现说其实这件事情对我好像好处没那么多，我自己还得要做这些工作，那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婚姻和个人发展对立的这样的一种思潮，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上特别容易简单化叙事单一叙事，把职业发展里面的很多困境完全就归结到了生育的问题，就简单化为二元对立，事业和我的家庭是对立起来的。我觉得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其实是要特别警示的是，你别以为你跳出了传统女性的职责角色，就真的达成了性别平等，它没有。其实包括现在这个社会对于男性成功的定义，实际上也存在一个和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实际相脱节的一个问题。对，我们传统上对一个男性成功的定义就是事业成功。是，如果一个男性在家庭之外他事业很成功，但是他的家庭如果缺失，本来应当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从一个人的完整的定义的角度来讲，我想这个男性难以被定义为成功。我们现在强调在讨论女性话题的时候，其实要警惕这种独立女性的单一叙事。一方面会对生育的女性她是不公平的她会有很大的压力，甚至她会把养孩子这件事情变成了完全的一个工作然后一个孩子不成功就变成我不成功了。
反过来，对职业中的女性，虽然你不生孩子，可是你总是带着子宫在行走的，领导还是会担心你有一天会不会生孩子，因为把生育整个就跟你工作的能力对立起来了嘛。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不能让大家看到生育对社会的意义，它真的是有贡献的，那么男性就不愿意进到这个领域里来。只有当男性也愿意进到这个领域里来，才可能是更平衡的。对人类发展来讲，这个生育不仅有个人的家庭的意义，它是有整体的社会意义的。共同育儿的过程中，也能增进革命伴侣的革命友情。对对对。当你在家庭里面，男性这个也一起参与，有幸福感，其实也会促进很多的时候的关系的和谐。对女性来讲，有幸福感也会在职业领域表现得更好。当然，我们也不断的呼吁，当女性要能够更好的平衡这些力量的时候，她需要第一个是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第二个男性得要更多的参与家务劳动。所以我们现在觉得真正的性别平等的方向是，我们呼吁更多的男性能够去承担快乐的、幸福的家庭生活，一起共同来参与。法律逻辑来讲，这个男人在外边挣的钱，家庭的女性也应该有一半。它的底层逻辑在于什么？我们应该把这整个这个你所处的这个家庭的，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全程的量化。那么如果是全程量化的话，你就不能说我为家庭的付出一定就比你在工作上所谓的真正的你能够量化的那些钱，我扛了几袋麻包，我能挣多少钱？这个是完全可以直观的量化的。可是我在家里我刷了几个碗，难道不也是可以量化的吗？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量化。就是每一个付出其实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一份付出也都是有它的价值的。我们不能简单的二元对立，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那些愿意付出，而且付出认为有所价值、有所回报的那些人。就是这样的话，简单的二元对立是最不可取的。是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非黑即白。是的，所以我们在鼓励、在关照大家每个人都在关注自己的成长，然后关注自我个体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被独立女性或者是某几个单一的字眼所成为的一种禁锢。今天其实几位老师在这里所了解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在深度解析这个话题背后其实要真正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围绕这个案件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再次谢谢3位的分享，大侦探何以婷，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古代嘛，相对于比较封闭、封建，女性能选择的范围会非常的小。那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要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去追求一些自己真正对这个个体生命来讲有意义的事情和生活。像荣啊，还有这个贾，他们2个人其实是，面对的来自于父辈的压力和陈旧观念的压力是很接近的，就是这父亲都是把女儿当做一个物化的对象了，然后去换取家族的一个前程。我就是这个人物，他虽然说生活条件很好，但是他依然就是觉得自己不能被命运束缚，他的爱情应该由自己去挑选、去选择。5个人为了好上宫去创造了金蝉脱壳的计划，甚至去为了除掉甄，制定了今天的这个瞒天过海的计划，都是这些小人物们在面对所有的不公，面对他们无法改变的命运所去采取的一系列不向命运低头，然后勇往直前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女生有互帮互助，有团结有爱，可以为对方牺牲。既然我成不了了，我可以让你成。男生也可以有无私的去关爱女性，去为女性做更多的付出和牺牲。特别了不起的人吧，他不是在特别成功的时候显得他有多厉害，是他特失败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很自责、很失落，他依然能活出他自个儿的样子。对，无论在生活的什么阶段，我都能找到自个儿的平静与快乐，还有自个儿那份坚定。每个人在同样的压力下，或者是同样的一些诉求下，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而不同的做法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命运。有的时候好像短期内好像看他拿捏住了别人，掌握了别人很多的把柄，但是最后得到惩罚的是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思考的。
如果欲望只是其中一部分，它是为你的快乐、为你的追求服务的，是可以的。但是欲望已经把一切都占据的时候，你眼前只能看见的欲望的时候，剩下感情，包括连性命都不重要了。对不对这件事儿已经不用再说了，我觉得非常不值得。人的成长，你要吸收很多的东西。你变成一棵参天大树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仅经历过阳光，你还经历过风雨，你也经历过彩虹。所以，人生就不是黑和白这么简单。我们用五颜六色构成了我们丰富的人生。要自己就是亲身去经历、去感受、去观察，然后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要勇于打开自己，不要就是被命运所束缚住。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